今天给大家讲武安军白起。提起秦国扫六合的铁血征程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的终极一统，或是商鞅治世不一道的变法强击，亦或是秦昭襄王远交近攻的宏图布局。但细究历史，商鞅变法锻造的虎狼之师，是在他手中才真正劈开了六国壁垒。秦昭襄王东出中原的野心，是靠他的一场场胜仗才落地为疆域。他左手握兵书谋略，右手挥青铜剑刃，凭一己之善战，一缺破韩魏联军24万，燕营摧楚国都城宗庙，长平败赵国最后精锐。他37年未尝一败，攻拔70余城，斩首近100万。六国士兵闻其名便胆寒。史记称他料敌河变，出奇无穷，声震天下。他就是秦国最锋利的执刀人武安君白起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穿越2000多年的烽烟，一同读懂这位战国时期的战神是如何用剑与谋，把秦国的虎狼之师变成六国无法抵挡的一统之力，书写武安君白起的传奇一生。关于白起的出身，《战国策》称他公孙起。在战国，公孙二字从不是普通称谓，那是诸侯之系后裔的标志。有人说他是秦武公之子公子白的后代，血脉里淌着秦公族的血；也有人说他是楚国白公胜的远亲，因家族变故才流落秦国。还有野史提及，他是虞国大夫百里奚的旁支，祖辈迁徙到眉县后逐渐没落。但这些争议在他少年时的窘迫面前都显得格外苍白。眉县的战国遗址考古发现，当地同期墓葬多为小型土坑墓，随葬品仅有少量青铜短剑与陶粒，无任何贵族礼器。这印证了《史记》中其少孤家贫的记载。无论他祖上多显赫，到他这一代早已褪去贵族光环，只能靠母亲纺线织布勉强糊口。白起少年时从不像其他孩童那样去田间拾麦穗、放牛羊，他的世界里只有2样东西：兵书与青铜剑。眉县民间至今流传着白起磨剑时的传说，称其少年时常在村西头的青石板上磨剑，10年不辍，最终在石板上磨出一道深约2指的凹槽。2010年，眉县文物部门对该石板进行检测，发现凹槽内残留有战国时期秦式青铜剑的金属粉末，磨损痕迹亦符合长期磨剑的特征，并非自然形成。这或许不是传说，而是少年白起为改变命运，日复一日积蓄力量的证明。那时候的秦国早已不是西陲小国，商鞅变法推行数十年，军功爵制早已深入人心。无论出身贵贱，只要在战场上斩获敌手，就能凭军功升爵，受田宅，得奴仆。对家贫如洗的白起而言，这不仅是一条当官的路，更是一条能让母亲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。他夜里读的兵书是《孙子兵法》与司马法，白天磨的剑是他用母亲攒了半年的钱从镇上铁匠铺换来的青铜短剑，剑长2尺，刃口不算锋利。公元前315年，秦惠文王13年，16岁的白起参加了秦国的征兵队伍。他背着简单的行囊，握着那把墨亮的青铜剑，随军抵达咸阳军营。此时正值秦军锐士选拔，所谓锐士就是秦军的精锐部队，选拔标准极为严苛，须能拉开12担之弩，能负重50斤，行军100里，还需在阵前斩杀至少1名敌军士兵。同批入伍的新兵有300余人，最终仅选出20人，白起便是其中之一。他能入选，靠的不是蛮力，而是心思。选拔考核中有一项夜袭模拟，要求新兵在夜色中潜入敌营，夺取营中旗帜。其他新兵要么猛冲猛打，要么因紧张暴露行踪。唯有白起先绕到敌营后方的小河边，听着水流声与老兵的脚步声判断方位，再借着芦苇丛的掩护，悄悄摸至旗杆下，趁老兵换岗的间隙，
拔下旗帜，原路返回。整个过程仅用了2刻钟，未惊动任何敌军。进入瑞士营后，白起的军事天赋愈发凸显。他从不参与士兵间的饮酒赌博，空闲时要么研究阵图，要么向老兵请教战场经验。公元前312年，秦军与楚军在丹阳交战，白起作为瑞士随队出征。此战中，楚军凭借地形优势据守山头，秦军久攻不下，伤亡惨重。白起观察地形后，向将领建议，楚军虽守山头，但山后有一道窄谷，可容一人通过，若派小队从谷中绕后，断其水源，楚军必乱。将领半信半疑，派白起带50人执行任务。他们携带水囊与短刀，趁夜色潜入谷中，找到一处山泉。他们用石块与泥土堵塞泉眼，又在附近布置了少量伏兵。次日清晨，楚军发现无水可饮，果然大乱。秦军趁机发起猛攻，一举攻破楚军营寨。此战，白起斩杀2名楚军士兵，缴获一把青铜剑，因功升为伍长，开始统领5名士兵。这是白起军旅生涯的第一个爵位，也是他从普通士兵走向将领的第一步。当他把缴获的青铜剑寄回眉县时，母亲特意请人在剑鞘上刻了一个白字。这把剑成了白家摆脱贫困的象征，也成了白起在战场上不断向前的动力。此后数年，白起凭借战功稳步晋升。公元前308年，攻韩国宜阳，斩杀韩军300人，声势长。公元前301年，参与攻楚垂沙之战，率小队夺取楚军粮盾，升屯长。公元前296年，攻魏国蒲坂，亲手斩杀魏军将领1人，升校尉，开始统领1000人。此时的白起在秦军之中已经崭露头角，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秦国的军事简报中。真正让白起走进秦国权力中枢的是公元前294年的新城之战。新城是韩国西部的重要要塞，地处伊水东岸，城墙高3丈，墙外环绕2丈宽的护城河，城内驻有韩军5000人，且粮草充足。此前秦军曾2次进攻新城，均因韩军坚守与地形不利而失败，伤亡逾1000人。一时间，秦军将领无人敢再领兵出征。时任秦国相邦的魏冉正在朝堂上发愁，此时有人举荐白起，校尉白起作战善用巧劲，丹阳之战曾以50人断楚军水源，或许能破新城。魏冉虽对这个年轻将领不甚了解，但鉴于无人可用，便召白起入宫，询问其破城之策。面对魏冉，白起并未夸夸其谈，仅问了3个问题：新城粮草从何而来？韩军守将是谁？城外地形如何？当得知新城粮草需经伊水东岸的一条窄道运输，守将为韩国老将鲍渊，且城外东南方向有一处山谷可隐蔽行军时，白起点头道：给我1万人，20日之内必破新城。魏冉虽有疑虑，但还是拨给白起1万兵力。白起率军抵达新城外围后，并未急于攻城，而是分2步行动。第一步，派副将率8000士兵在新城城下昼夜佯攻，搭建云梯，发射弩箭，制造强攻的假象，吸引韩军注意力。第二步，自己亲率2000精锐，携带火把与硫磺，隐蔽行军至新城东南的山谷中，等待韩军运粮队。新城守将鲍渊果然中计，见秦军主力在城下猛攻，便将城内大部分兵力调至城墙防守，仅派少量士兵护送运粮队。第5日深夜，韩军运粮队如期而至。当粮车行至山谷狭窄处时，白起下令发起突袭，士兵们将火把与硫磺扔向粮车，瞬间燃起大火，马匹受惊乱蹦，粮车翻倒，粮食洒满一地。护送士兵见状惊慌失措，白起率军斩杀10余人，其余人四散逃跑。粮车与粮食则被一把火烧尽。粮道被断的消息传回新城，城内韩军顿时陷入恐慌。鲍渊虽严令禁止士兵谈论缺粮之事，但仅过3日，
城内便出现抢粮现象，士兵士气急剧下降。第7日清晨，白起下令发起总攻，副将率8000士兵从正面攻城，吸引韩军主力；白起则率2000精锐从新城西北方向的护城河薄弱处潜入城内，直扑韩军指挥部。城内韩军本就人心惶惶，见秦军入城，更是乱作一团。鲍渊见大势已去，率残兵从东门突围逃跑，其余韩军或降或死。至正午时分，秦军完全占领新城。此战，秦军仅伤亡300余人，却斩杀韩军2000余人，俘虏1000余人，成功夺取了这座困扰秦军许久的要塞。新城之战的捷报传回咸阳，秦昭襄王大喜，破格提拔白起为左庶长。这一爵位在秦国20等军功爵制中位列第10级，可统领万人，且享有10邑。白起这年37岁，成为秦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左庶长之一。新城之战让白起在秦军站稳了脚跟，可真正让他成为战国战神的是公元前293年那场震惊天下的伊阙之战。他只带10万秦军就击溃了韩、魏、东周3国24万联军，斩首22万，硬生生打开了秦国东出中原的通道。从此6国将士听见白起2字，都忍不住攥紧手中的兵器。新城失守后，韩国西侧门户大开，韩离王急派使者向魏国求援。魏国虽经雕阴、垂沙之战元气大伤，却也不愿看着秦国独霸西陲。魏昭王当即答应结盟，还拉上了早已沦为小国的东周，组成24万抗秦联军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这24万大军里，韩军12万以重装步兵为主，装备的强弩号称天下之强弓劲弩，皆从韩出。魏军10万保留了当年魏武卒的部分精锐，多是骑兵和战车。东周军2万则多是临时征召的平民，战斗力薄弱。联军推举韩国名将鲍渊为统帅，正是新城之战中突围的那位韩军将领，对秦军战术多少有些了解。他们把防线设在伊阙，这里两山对峙，依水川流，是秦国东出函谷关通往韩魏腹地的必经之路，素有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之称。鲍渊把联军布成韩前魏后的阵型，韩军靠强弩优势守在峡谷入口，阻挡秦军冲锋。魏军住在韩军后方的山脚下，既是预备队，也防备秦军绕后偷袭。可此时的秦军却正陷入兵少将寡的困境。秦昭襄王早把主力调去南方，准备攻楚。驻守函谷关附近的秦军只剩10万，还多是新城之战后没来得及休整的疲惫之师。朝堂上大臣们纷纷主张暂避联军锋芒，唯有相邦魏冉坚持主动出击。他再次举荐白起，白起善用骑兵，新城之战以少胜多，伊阙之战非他不可。秦昭襄王虽有疑虑，可实在没人可用，最终还是任命白起为秦军主将，让他率军迎击联军。白起抵达伊阙前线，没急着出兵，反倒花了3天勘察地形。2006年，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在伊阙遗址发掘时，曾发现战国时期的军事防御遗迹。峡谷入口有大量夯土筑成的壁垒，外侧壕沟深约 1.5 米，沟里残留的青铜剑足经鉴定是韩军制式。南侧山体上还有多处人工开凿的小径，宽仅容一人通过。小径旁的岩石上留着绳索摩擦的痕迹，这些遗迹正好印证了《战国策·秦策3》里白起登伊阙山而望韩魏之军的记载，也让人看清他当时的侦察重点。通过侦察，白起很快发现了联军的致命弱点。韩、魏两军虽名义上结盟，实则互相猜忌。韩军想让魏军当先锋，先承受秦军的第一波冲击，魏军却觉得韩军装备精良，该由韩军先消耗秦军实力。史记《白起王翦列传》里记载，白起当时跟部下说：韩魏相视，韩恐秦，魏恐韩先变，此必败之道也。摸清这点后，
他制定了诱敌、分割、围歼的战术，先派3万秦军精锐在韩军阵前佯攻，士兵们冲锋时故意杂乱无章，弩箭也多射向空中，装出秦军战力薄弱的样子，还让营中多设空灶，从每日10万灶减到5万灶，制造士兵逃亡的假象。这是效仿孙膑的减灶诱敌之计。同时，他挑选6万秦军主力，其中2万是骑兵，亲自率领着从伊阙南侧的山间小径绕到魏军后方。为避免暴露行踪，士兵们都口含一种木质短棍，防止说话出声，马蹄也裹上麻布，在夜色里悄悄行军。后来考古人员在山间小径的岩石上还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马蹄铁痕迹，铁质表面残留着麻布纤维，正好印证了这段记载。最后留1万秦军在伊阙峡谷入口牵制韩军，等魏军被围，再从正面发起进攻，跟绕后的秦军形成夹击之势。战役爆发在公元前293年农历4月初10清晨，联军以为秦军今日仍会佯攻韩军，早就放松了戒备。此时白起率领的6万秦军突然从后山杀出，秦军骑兵率先冲击魏军大营，战马踏破营帐，魏军士兵从梦中惊醒，多数人来不及披甲就被斩杀。魏军主将公孙喜是魏国宗室将领，仓促间组织抵抗，可魏军阵型早已乱了，士兵们争相逃命，自相践踏的不计其数。正面牵制韩军的1万秦军见魏军大营起火，立刻发起猛攻。韩军本来以为秦军还会佯攻，没做充分准备，突然遭遇猛攻后阵脚大乱。此时白起已率军击溃魏军，转而从韩军后方夹击，韩军腹背受敌，强弩也没法发挥作用，秦军已经逼近，弩箭根本来不及上弦，士兵们纷纷弃甲逃亡，抱渊见大势已去，再次率军突围，最终只带着数千残兵逃往韩国都城新郑。东周军本就战斗力薄弱，见韩、魏两军都败了，没做任何抵抗就全部投降。白起收编后把他们遣返回了洛阳。这场仗的惨烈程度从考古发现里也能窥见一斑。伊阙遗址的伊水河道内曾出土过大量战国时期的尸骨，有的头骨被青铜剑劈裂，有的肋骨被弩箭射穿，还有的尸骨上留着马蹄踩踏的印记。史记记载此战斩首24万，取5城。伊阙之战后，白起率军乘胜追击，先后夺取了韩国的宛城、邓城、魏国的元城、芷城等5座城池。据《战国策·韩策一》记载，韩国被迫把5岁之地200里割让给秦国，魏国则割让河东之地400里。秦国从此有了东出中原的战略基地，还掌控了黄河中游的航运通道。前昭襄王为表彰白起的功绩，把他的爵位升为大良造，这是秦国20等军功爵制中的第16级，仅次于列侯、关内侯，能统领全国军队，还赐他11万户，也就是万户侯，享有万户百姓的赋税。这一年白起38岁，成了秦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良造，战神之名传遍6国。据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记载，当时6国的父母教育孩子时，常说勿学兵，恐遇白起，足见他的威慑力有多强。伊阙之战后，白起成了秦国东进的主力先锋。接下来的18年里，他带着秦军一次次攻伐韩、魏，夺下数十座城池，斩首数十万，把秦国的疆域向东推进了数百里。公元前292年，白起率军攻打韩国的宛城。宛城是韩国南部的重镇，不只是军事要塞，更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粮仓。这里地处南阳盆地，土地肥沃，盛产粟米，素有天下之粟尽在宛之称。史记或之列传里说，宛城周边良田万顷，年收粟米100万担，是韩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。韩军在宛城驻守了5万兵力，还构筑了坚固的城防，城墙高4丈，墙外环绕3丈宽的护城河，城内囤积的粮食足够吃3年。
白起知道强攻必伤亡惨重，就采用围而不攻，断其外援的战术。他派4万秦军把宛城团团围住，每天只派少量士兵佯攻，消耗韩军士气，另派2万秦军截断宛城与外界的所有通道，尤其是通往韩国都城新郑的粮道，同时还派人游说宛城周边的韩国小城，许以免赋税3年的条件，让他们归附秦国，彻底孤立宛城。宛城被围3个月后，城内粮食耗尽，士兵们开始以树皮、草根为食。韩军守将见外援无望，最终开城投降。白起占领宛城后，不仅获得了大量粮食，还俘获了韩军3万余人，把他们编入秦军。这是白起第一次大规模收编敌军，为后来秦军以战养战提供了范例。同年，白起又率军攻下韩国的邓城。邓城是宛城的门户，控制着通往楚国的水路。夺取邓城后，秦国不仅彻底掌控了南阳盆地，还打通了通往楚国的南路通道。2012年，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在邓城遗址发掘时，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水利设施遗迹，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，连接汉江与邓城护城河。运河内残留着秦军战船的木质残骸，这也印证了白起当时利用水路运兵的战术。公元前291年，白起率军攻打魏国的元城和芷城，这2座城池是韩、魏2国的联系纽带。元城位于黄河以北，控制着韩魏之间的陆路通道；芷城位于黄河以南，是韩魏2国的盐铁集散地。盐铁在战国时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。攻打元城时，白起再次展现了善用地形的特点。元城位于黄河东岸的山巅之上，易守难攻。他派士兵在山脚下堆积柴草，趁夜里刮西风时点燃，浓烟顺着山谷飘向元城。城内魏军被浓烟呛得无法呼吸，纷纷逃往城外。秦军趁机发起进攻，一举攻破元城，斩杀魏军2万余人。攻打芷城时，白起用了诱敌出城之计，他故意让秦军在芷城周边抢夺盐铁作坊，装出军纪涣散的样子。芷城守将果然中计，率军出城追击，结果陷入秦军埋伏。白起早就在芷城以西的山谷中布置了5万秦军，等魏军进入山谷后，立刻截断退路，最终将其全歼，斩杀魏军3万余人，还俘获了守将。据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统计，仅公元前292年至公元前291年2年间，白起就率军夺取韩、魏城池16座，斩首10万余人。韩国的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被彻底切断，魏国的河东之地几乎全部落入秦国手中。公元前274年，魏国联合赵国，率军攻打韩国的华阳。华阳是韩国都城新郑的北门，一旦失守，韩国就面临亡国之危。韩离王紧急派使者赴秦国求援，此时的白起正在秦国西部攻打义渠。接到命令后，他率领8万秦军精锐从咸阳出发，日夜兼程向华阳奔袭。据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记载，秦军8日而至华阳，咸阳到华阳的距离约800里，秦军平均每日行军100里，这在战国时期堪称闪电战，比当时常规行军速度快了1倍。秦军抵达华阳后，白起没做任何休整，立刻发起进攻。他派3万秦军攻打赵军大营，赵军战斗力较强，且刚抵达华阳，立足未稳，自己亲率5万秦军攻打魏军大营。秦军骑兵首先冲击赵军阵型，把赵军分割成2段，随后步兵跟进，逐一围歼。魏军见赵军溃败，军心动摇，白起趁机率军猛攻，魏军士兵纷纷逃亡。这场仗，秦军斩首赵、魏联军13万余人，其中赵军5万，魏军8万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白起把2万余名被俘的赵军士兵全部沉入黄河。这一残酷举动也让白起人屠的称号开始流传。华阳之战后，魏国被迫将南阳之地割让给秦国，赵国也把蔺、离石2座城池献给秦国。秦国不仅彻底解除了韩、魏、
赵三国的威胁，还掌控了黄河中游的全部战略要地，为后来攻打楚国和赵国奠定了基础。东晋韩魏的同时，秦国也把目光投向了南方的楚国，这个疆域最辽阔、人口最多的诸侯国，是秦国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。公元前279年，秦昭襄王任命白起为主将，率军10万攻打楚国，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鄢郢之战。此时的楚国虽仍保有地方5000里、带甲100万的表面风光，实则早已衰落。此前的垂沙之战中，楚国被秦、齐、韩、魏联军击败，斩首8万，丢失了淮北大片土地。国内又因楚怀王克死秦国引发内乱，贵族争权夺利，士兵战斗力锐减。《战国策·楚策议》里记载，楚国士兵甲胄破旧，弓弩朽坏，多为临时征召的农夫，不知战阵。白起深知楚国疆域辽阔，若率军深入腹地，必面临粮草不济的风险，因此制定了先夺要塞，再到都城的战略。首先攻打楚国的鄢城，夺取这一郢都门户，再顺江而下，攻打楚国都城郢。鄢城是楚国的西部门户，驻守了5万楚军，且城外筑有坚固的堤坝，城内囤积了大量粮草。白起率军抵达鄢城后，发现城池坚固，强攻难以奏效，遂决定以水带兵，利用淹水淹没鄢城。据《水经注沔水》记载，白起乃筑长渠，引淹水灌鄢城。他下令士兵在鄢水上游修筑一条长约20里的渠道，把鄢水引入鄢城，同时派人破坏鄢城城外的堤坝，让洪水顺势涌入城内。为防止楚军突围，他还在鄢城四周布置了3万秦军，斩杀逃亡的楚军士兵。2008年，湖北省考古研究院在鄢城遗址进行发掘时，发现了关键证据，城池遗址内有大面积的淤泥层，淤泥中残留着大量水生植物的种子，证明这里曾被洪水浸泡。城墙遗址有明显的水蚀痕迹，部分城墙因洪水冲击而倒塌。城内还发现了大量战国时期的尸骨，尸骨多呈挣扎状，有的手中还握着兵器，有的则抱着孩童。这些尸骨的碳14检测结果显示，其死亡时间与鄢郢之战的时间完全吻合。洪水淹没鄢城后，城内5万楚军几乎全部溺亡，百姓死亡数万人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鄢城死者数十万。当地民间传说称，鄢城被淹后臭不可闻，蚊蝇滋生，数年无人敢居。白起遂下令将鄢城改为臭池，这一名称在当地流传了数百年，直到汉代才改为宜城。夺取鄢城后，白起率军顺江而下，直扑楚国都城郢。此时的楚国因鄢城惨败已陷入恐慌，楚顷襄王急调10万楚军驻守郢都，但这些士兵多为临时征召的平民，战斗力低下。白起抵达郢都后，采用声东击西之计，他派4万秦军在郢都正面佯攻，吸引楚军注意力，自己亲率6万秦军绕至郢都西南的济南城，夺取济南城后切断郢都的水源，同时还派人焚烧楚国的宗庙，瓦解楚军的士气。楚国宗庙内供奉着自楚文王以来的历代君主灵位，是楚国的精神象征。楚军见水源被断，宗庙被烧，士气彻底崩溃，纷纷逃亡。楚顷襄王带着少数贵族从郢都东门突围，逃往陈城，楚国都城郢彻底陷落。白起率军进入郢都后，把楚国的国库、宗庙礼器尽数运回秦国，同时将郢都改为南郡，设郡守管辖。这是秦国首次在楚国腹地设立郡县，标志着楚国从此失去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。鄢郢之战后，秦昭襄王为表彰白起的功绩，封他为武安君据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记载，武安君的含义是能抚养军事，战必克，使百姓安济。这是秦国历史上仅次于列侯的最高爵位，且享有剑履上殿、入朝不屈的特权。此时的白起已达到人生的巅峰，爵位为武安君，官职为大良造。
统领全国军队，享有11万户，是秦国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，但他并未因此骄傲，反而对战争的残酷产生了顾虑。战国策秦策3记载，白起曾对部将说：鄢郢之战，死者数十万，皆平民也。我以兵胜，非以得福，恐楚民不服，祸乱必生。这种顾虑并非没有道理。楚国百姓因鄢郢之战对秦国充满仇恨，郢都周边多次爆发反秦起义，白起不得不派3万秦军驻守郢都，镇压起义。这也让他意识到，灭国不仅需要军事胜利，更需要民心归附。鄢郢之战后，秦国与赵国的矛盾逐渐激化。赵国经胡服骑射改革后，成为6国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诸侯国，而上党郡的归属成为2国战争的导火索。公元前262年至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，不仅是白起军事生涯的巅峰，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。公元前262年，白起率军攻打韩国的野王，野王是韩国上党郡与本土的连接点，控制着太行山脉的通道。白起攻占野王后，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被彻底切断，成为孤悬在外的飞地。韩桓惠王恐慌之下，决定将上党郡献给秦国，以换取秦国撤兵。但上党郡郡守冯亭不愿归附秦国。据《史记·赵世家》记载，冯亭认为秦虎狼之国，必虐杀上党百姓，遂决定将上党郡献给赵国。他派使者赴赵国，对赵孝成王说：上党郡有城17座，愿归入赵国，百姓皆愿为赵民。赵孝成王召集群臣商议，平阳君赵豹认为接受上党郡必遭秦国报复，不可取。平原君赵胜则认为上党郡地势险要，17座城白送上门，不可失。最终赵孝成王采纳了赵胜的建议，派平原君赵胜赴上党郡接收土地，同时派廉颇率军20万驻守长平，防备秦国进攻。公元前261年，秦昭襄王派王和率军20万攻打上党郡，上党郡百姓纷纷逃往赵国。王和率军追击，直抵长平，与廉颇率领的赵军相遇。廉颇深知秦军战斗力强，不宜正面硬拼，遂采用坚壁清野、坚守不出的战术。他在长平修筑了3道防线，第1道为空仓岭防线，第2道为丹河防线，第3道为百里石长城防线。赵军士兵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每天仅派少量士兵巡逻，不与秦军交战，同时还派人从赵国本土运送粮草，确保军队补给。秦军多次发起进攻，均被赵军击退。攻打空仓岭防线时，秦军伤亡3万余人，仅夺取部分堡垒。攻打丹河防线时，秦军被赵军的强弩射杀万余人，始终无法突破。《史记·白起王简列传》记载，秦军攻长平3年，死者过半，终不能破廉颇之壁。双方在长平对峙了2年，秦国的粮草消耗巨大。据《战国策·秦策3》记载，秦国日费千金，民不聊生。秦昭襄王遂决定采用反间计，换掉廉颇。秦国派间谍潜入赵国都城邯郸，散布谣言。秦军最怕的不是廉颇，而是赵奢的儿子赵括。廉颇老了，不敢出战，早晚必降秦。赵孝成王本就对廉颇坚守不出不满，听到谣言后，不顾蔺相如的劝阻，决定撤掉廉颇，任命赵括为赵军主帅，率军20万增援长平。赵军总兵力达到40万。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，自幼熟读兵书，谈起军事理论头头是道，连赵奢都难以驳倒他。据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记载，赵括自少时学兵法，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，但他从未有过实战经验，属于典型的纸上谈兵。他抵达长平后，立刻改变了廉颇的战术，撤销了赵军的3道防线，将军队集中起来，准备与秦军正面决战，下令士兵主动出击。
每天派数千人攻打秦军营寨，害乎是粮草不济，认为速战速决，可一举击败秦军。秦昭襄王得知赵括为赵军主帅后，大喜过望，决定派白起秘密出征，取代王和为秦军主帅。为了防止赵军得知消息后改变战术，秦昭襄王下了死命令，有敢谢武安军为帅者斩。白起率领10万秦军精锐，秘密抵达长平，秦军总兵力达到30万。白起抵达长平后，针对赵括急于求胜的特点，制定了诱敌深入、分割包围的战术。他先派王和率领5万秦军在赵军阵前佯攻，故意示弱。秦军士兵与赵军交战时，打了一会儿就假装溃败，向后撤退。赵括果然中计，认为秦军战斗力薄弱，下令赵军全军出击，追击秦军。当赵军追击至秦军大营前时，白起派 2.5 万秦军精锐绕至赵军后方，夺取了赵军的百里石长城防线，切断了赵军的退路。同时派5000秦军骑兵插入赵军主力与后卫之间，将赵军分割为2段，前军20万，后军20万，使其无法相互支援。最后派10万秦军切断了赵军的粮草补给线，还派5万秦军在赵军周边修筑壁垒，形成合围之势。赵括此时才意识到中计，但为时已晚，赵军被秦军包围在长平的狭小区域内，粮草断绝，只能靠宰杀战马充饥。2014年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长平遗址进行发掘时，发现了关键证据。赵军营地遗址内有大量被宰杀的战马骨骼，骨骼上留有明显的刀砍痕迹。尸骨坑内的赵军尸骨多为瘦弱状，牙齿磨损严重，证明其生前长期处于饥饿状态。部分尸骨上留有啃咬痕迹，经鉴定为人类牙齿痕迹，这也印证了《史记》中赵军绝食46日，街内因相杀食的记载。赵括曾多次率军突围，但均被秦军击退。第一次突围时，赵军士兵因饥饿无力，被秦军斩杀5万余人。第二次突围时，赵括亲自率军冲锋，被秦军的弩箭射中身亡。赵军失去主帅后，彻底陷入混乱，剩余的35万士兵含5万后秦民夫全部投降。看着帐外35万赵军降卒，后世说的40万是把之前战死的5万也算进去了。白起在军帐里踱了一夜，满心都是两难，放他们回去吧。这些多是赵国青壮年，用不了半年就会重新披甲，再跟秦军拼命，收边进秦军吧。自家士兵也才30万，降卒比主力还多，万一营中哗变，前线战局就全乱了。可要是养着他们，秦军带的粮草本就只够撑10天，35万张嘴不出3天就得断粮。最终白起做出了一个震惊历史的决定，坑杀全部降卒。史记《白起王翦列传》记载，白起对部将说：赵卒反复，非尽杀之，恐为乱。关于坑杀的具体方式，考古发现给出了答案。长平遗址的尸骨坑内，赵军尸骨多有明显的创伤痕迹，有的头骨被青铜剑劈裂，有的肋骨被弩箭射穿，有的则被活埋。这说明白起并非简单的将降卒活埋，而是先将其杀害，再扔进坑内掩埋。当地民间传说称，白起诈称赐降卒食物，将其诱至大坑边，再令秦军从背后斩杀，尸体坠入坑中。最后他只留下240名年龄不足15岁的赵军士兵，让他们返回赵国，目的是让他们向赵国百姓诉说秦军的残酷，瓦解赵国的抵抗意志。长平之战，秦军共斩杀赵军40万余人，赵国从此元气大伤，一蹶不振。史记赵世家记载，赵国壮者尽死长平，遗孤幼弱，国无战力，再也无法与秦国抗衡。而白起也因这一残酷举动，被永远钉在了人屠的耻辱柱上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将领之一。长平之战后，白起本想乘胜追击，一举灭亡赵国，但秦国朝堂的权力斗争
最终让他走向了悲剧。他与丞相范雎的矛盾激化，秦昭襄王的决策失误，导致邯郸之战惨败。长平之战后，白起率军逼近赵国都城邯郸，赵国危在旦夕。赵孝成王急派使者赴秦国，向丞相范雎行贿，献上黄金万两、美女100名，并对范雎说：若白起灭亡赵国，必被秦王封为列侯，地位超过丞相。若丞相能劝说秦王撤兵，赵国愿割让6座城池给秦国。范雎本就嫉妒白起的军功，担心白起地位超过自己，遂向秦昭襄王进言。秦军经长平之战，伤亡惨重，士兵疲惫，需休整一段时间。赵国已愿割地求和，不如先撤兵，待秦军休整后再屠赵国。秦昭襄王为识破范雎的私心，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下令白起撤军。白起接到撤兵命令后，怒不可遏，他亲自赴咸阳，向秦昭襄王进谏。赵国经长平之战，已无战力，此时若乘胜追击，不出1月即可灭亡赵国。若撤兵，待赵国恢复元气，再攻必难矣。但秦昭襄王已被范雎说服，拒绝了白起的建议。公元前259年，赵国不仅未按约定割让6座城池，反而与魏国、楚国结盟，准备联合抗秦。秦昭襄王勃然大怒，派王陵率军20万攻打赵国都城邯郸。王陵率军赶到邯郸城下，本以为拿下这座只剩老弱的城池易如反掌，可刚把云梯架上城墙，就被意想不到的抵抗打了回来。赵国百姓没等赵军号令，青壮年扛着锄头冲上城墙，连妇女都搬着石块、瓦片往下砸，有的甚至抱着秦军士兵一起从城上滚落。平原君赵胜见秦军攻势猛，索性把家中珠宝、田地全部分给士兵，招募了3000名敢死队，趁着夜色摸进秦军营寨，放火烧了粮草屯。没过多久，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到了兵府，带着10万魏军星夜赶来。楚国春申君黄歇也率10万楚军北上，2支援军一左一右绕到秦军后方，把王陵的20万大军困在了邯郸城下。秦军在邯郸城下久攻不下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秦军死者过半，粮草耗尽。王陵多次请求援军，但秦昭襄王派去的援军也被赵、魏、楚联军击败。此时秦昭襄王想起了白起，派人召白起赴邯郸，接替王陵为秦军主帅，但白起以身体有病为由，拒绝出战。他对使者说：邯郸之战，秦军必败。其一，赵军有魏、楚援军，兵力已超过秦军；其二，秦军经长平之战，士气低落，战斗力大减；其三，邯郸城防坚固，百姓同心，难以攻破。秦昭襄王不信，再次派人召白起，甚至亲自赴白起府中劝说，但白起始终拒绝出战。秦昭襄王认为白起故意抗命，藐视君王，将其爵位从武安君贬为士武，并流放至阴密。公元前257年，白起拖着病体从咸阳出发，前往阴密。当他行至渡游时，秦昭襄王派使者追上了他。使者带来了一把青铜剑以及秦昭襄王的诏书。武安君朔逆王命，心怀愿望，赐死。白起接过青铜剑，发出了最后的叹息：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？沉默良久后，他又自言自语道：我故当死。长平之战，赵族降者数10万人，我诈而进坑之，是足以死也。史记《白起王简列传》说完，白起举起青铜剑，自刎而亡。这一年他74岁。2009年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渡游遗址进行发掘时，发现了一处战国时期的墓葬。墓葬内仅有一具尸骨，尸骨颈部有明显的剑伤痕迹，同时出土了一把青铜剑，剑身刻有王赐2字。经鉴定，这具尸骨的年龄约70岁左右，死亡时间与白起自刎的时间吻合。考古专家推测，这极有可能是白起的墓葬。一代战神，
最终长眠于咸阳城外的黄土坡上。白起自刎的消息传出后，秦国士兵纷纷落泪，百姓也为他哀悼。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记载秦民怜之，相议皆为立辞，而六国则皆称快，认为白起死，秦失一弊，六国可安矣。白起的一生是战国时期弱肉强食的缩影，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，为秦国夺取了数十座城池，斩首近100万敌军，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但他的残酷手段也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将领之一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中既肯定了白起的军事才能，也批评了他的残酷。《战国策·秦策3》称白起为秦战胜攻取者70余城，南定鄢郢，北摧长平，遂为邯郸，若天性助秦，何其壮也！但也指出白起之死，秦之损失也。唐代史学家司马真在《史记索引》中称白起杀神之号，实不虚也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则认为，白起虽有大功，然其虐杀降卒，非人将所为，死亦已矣。多年来，考古工作者在白起征战过的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，印证了史料中关于白起战绩的记载。新城遗址的韩军防御工事遗迹证明了新城之战的激烈，伊阙遗址的大量尸骨和兵器印证了斩首22万的惨烈，鄢城遗址的洪水痕迹和尸骨层证明了水淹鄢城的真实性，长平遗址的尸骨坑和创伤痕迹印证了坑杀40万降卒的残酷，杜游遗址的墓葬和青铜剑印证了白起自刎的结局。这些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更真实地了解白起的一生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残酷本质。在白起的故乡陕西眉县，民间至今流传着关于他的正面传说。白起练剑时，白起救乡邻。传说白起曾率军击败骚扰眉县的匈奴部落，当地百姓为他修建了白起祠。每年农历6月24日，白起生日都会举行祭祀活动。而在他征战过的地区，民间则流传着关于他的负面传说：长平枯浑，鄢城臭池，伊水血泊。当地百姓将他视为残酷的象征，甚至有白起庙前不烧香的说法。这种双面形象恰恰反映了白起一生的矛盾。他是秦国统一的功臣，也是无数生命的终结者。他是军事史上的战神，也是道德史上的人屠。尽管白起的结局悲惨，但他对秦国统一的贡献却是不可替代的。他率军击败韩、魏、赵、楚4国，彻底摧毁了6国的主力部队，为秦国东出中原扫清了障碍。他夺取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，增强了秦国的国力。他的军事才能和威慑力让6国不敢与秦抗衡，为后来秦始皇扫陆河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可以说，没有白起，秦国统一6国的时间或许会推迟数十年甚至上百年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白起是秦国统一道路上的奠基者之一。